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到川普呢才刚上任没有多久，他现在又最新宣布说他要扩建白宫，而且呢大手大脚，一口气呢说这个新宴会厅啊造价就要大概2亿美元。好，他说呢，因为白宫过去在举办很多活动的时候都要到外面搭帐篷，所以他认为必须要新建这个宴会厅。但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嘛，美国现在经济状况也没有那么好可是呢，他就说不管怎么样，我现在呢就是要盖这个宴会厅，而且呢，我必须要盖一个就是可以金光闪闪的。他说有可能呢，我还要放这个川普标志在里头。那他说呢，这是他非常擅长的，就是要建造东西。那另外是柬埔寨现在甚至还说呢，我要帮川普来提名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他直接介入调停柬埔寨跟泰国之间的这个边境冲突。不过我们看到当然呢，现在呢这个看起来川普自己洋洋得意的同时，美国人却是叫苦连天，因为呢就连这个诺贝尔奖得主也就是克鲁格曼。他当时呢就发文他说美国现在还在弄这些关税的政策这对美国其实也伤害很大，因为进口价格升了之后呢，也会导致美国在进口的成本上涨，所以呢最后就是谁？美国的进口商他们必须要承担，那最后呢转嫁也会变成是美国的消费者他们要承担。当然都讲到了关税议题可是你看欧盟呢现在是不是也开始必须要屈服了呢？因为最新的川普关税政策说会直接冲击到什么？美国消费者他们在酒吧跟餐厅里的这些消费金额约会晚餐这一杯红酒，未来价格可能都要来上涨了。另外是呢，因为呢川普课征的关税影响，所以呢输入到美国的这些瑞士品牌包含手表巧克力cheese 这些，在美国售价呢同样都会飙涨那就会更加难卖了。尤其是瑞士的这个奢侈名表即便已经先下降了，但是你看到这关税这么高所以你当然价格呢也硬生生就必须要成长了嘛。香港大学的这位亚洲全球研究员他就提到说，尤其在苏格兰峰会来讲呢，可能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因为欧盟它卸下了一个全球力量的伪装，也就是说呢，欧盟现在似乎也变成说是美国的专属提款机。他更批评说，欧洲竟然会心甘的情愿这样子配合奴役。和欧洲精英现在也哀嚎说呢，中国也曾经遭遇过这种100年屈辱那欧洲未来是不是正在要经历了呢？美国的专栏作家呢也提到说，有越来越多的欧洲精英他们开始私下抱怨说，如今的欧洲呢已经是走向一个自我屈辱的状况了。当然现在关税的生效日期就要到了，所以很多的这个产业界呢现在也很担心了。亚洲的大宗商品和能源专栏作家就提到说，欧盟每年会有2500亿美元的这个能源进口承诺，这是一个不现实，而且根本就没有办法实现的。可是看看美欧的官员，他们却还同意了这个荒谬的数字他说或许呢，欧盟现在是想要拖延时间，那拖延时间的理由就是等到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好相处一点的美国总统。不过印度的方面呢，我们来看最后呢，现在是不是也陷入到最后的挣扎了？因为现在面对整个川普这个关税的威胁印度知情人士就透露说，他们现在正在设法要安抚白宫，而且还考虑要增加美国的进口等等的。不过强调说，印度针对这个国防采购计划没有这样子的相关的讨论，而且也已经告知美国，对于买 F-35的战斗机呢，他们一点都没有兴趣。那贝森特呢，就直接骂印度了。他说，印度很早就坐上谈判桌，可是呢，却进度缓慢，所以他们认为印度根本就不是一个全球的重要角色。话说到这边了，其实对印度来讲呢，当然是非常的没有面子嘛。那印度的商业和工业部长就说，印度一定会用一切的措施，就是要维护国家的利益所以现在评论就说了，其实川普要的不只是印度的钱包，印度的膝盖他也要。那这场贸易冲突的核心呢，已经不再只停留在关税上的数字了。其实这也决定说，未来莫迪对于美国政策是不是要有所转变呢？就是他现在要变得是更刚硬的来面对了吗？那对于现在呢，莫迪冲击就是在野党当然就批评说就是因为莫迪的政策错误所以呢也会促
摧毁了印度的整体经济哦。那他就说了，印度经济现在已经受到莫迪的这个相关的措施的影响，已经有5次冲击带来的严重破坏。好，我们先请教彬哥哦，怎么看川普现在这个不顾国内的民生问题非常多啦，可是呢，现在要先来打造新的一个宴会厅。川普本来就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他就是喜欢一切都是金光闪闪，然后喜欢阅兵，还要有我的标志。对，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美国人在选择他之前就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个人。那至于说建这个宴会厅要2亿美金，其实川普很厉害的，他是找民间赞助的，他其实不用美国政府出钱。你相不相信有人愿意买单？我相信。所以这个应该不会花到美国政府的钱，然后又能够满足他好大喜功的东西。只是美国政府这样子去接受民间企业这样的捐助。有没有法律上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就是美国人自己要去考虑的。那川普是很厉害的，我相信他想要这样做，应该是会做成。那可是问题是，川普到底算不算是为世界缔造了和平？比如说最近这个柬埔寨跟泰国之间的停火，到底是不是川普的功劳？其实在我看来，泰国跟柬埔寨之间停火，中国大陆的功劳恐怕比川普更大，因为川普只讲了一句：你们如果再不停火的话，我要对你们。双方都征36%的关税，可是他实际上本来对他们征的就是36%，所以根本就等于讲了一句废话。那后来他对柬埔寨的关税也调降，那柬埔寨当然很厉害啊，就算功劳不见得是川普的，但是我现在就是因为他知道川普好大喜功嘛，所以我就送一顶高帽子给你嘛，然后让川普很开心嘛。那至于说提名归提名啊，那就到最后诺贝尔和平奖会不会颁给他，我们就再看嘛。我认为可能性很低啊。那导致川普现在这个关税这样搞下去，其实我觉得效应会慢慢开始发生了，也就是美国的物价一定会上涨，对，而且不只是奢侈品，恐怕所有的东西全部都会涨价。那到时候川普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他在关税上或许会有一些斩获，有一些 income 进来，但是美国整体的经济会变好吗？我个人认为恐怕一定是会更糟，可是就看川普自己怎么样去解决。那导致欧盟。老实讲，欧盟今天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被美国予取予求，是谁造成的？是欧盟自己造成的啊。正常的状况应该是怎么样？美国既然对他施加压力，理论上来说，他应该要赶快去跟中国缓解关系，然后想办法跟中国大陆联手去对抗美国。可是问题是，他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他在安全上也依赖美国，依赖很深，所以他还是必须要被美国牵着鼻子去跟中国大陆作对。那在这种状况下的话，你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陆结盟，然后你自己单独应付美国，你又显得苍白无力，到最后就是被美国打了那个丢兵卸甲，完全没有办法去对抗美国。那现在冯德莱恩签了这个东西，欧洲很多国家说我们不要接受，那问题你们有办法抵抗到底吗？你有这个底气吗？你有办法承担得住这个冲击吗？就看欧洲人到底有没有骨气。当然这个欧洲现在的状况，来杨老师。现在美国有一个统计啊，在8月1号之后，美国的现在进口关税会平均是多少？20%。因为欧盟、日本、韩国等主要的贸易伙伴15%，中国大陆目前先以30%来计算，然后有一些其他的贸易伙伴有20几%，将近30%的，20%的关税是二次大战结束之后第一次出现。美国只有在二次大战之前，就1次大战、2次大战中间的时候呢，那个关税才高达到30%以上。还记得经济大萧条吗？所以整个美国在进入到国际社会建构新的经济安全秩序的时候，它的关税设定的就是在5%以下。现在回到20%，回到20%代表着第一个，它跟世界其他的贸易伙伴其实把高墙建起来。那当然，大家跟他的贸易就会减少，这一定嘛，关税增加了嘛，贸易就会减少。那同时，彼此其他之间，它的中国、欧盟、日本、韩国、东南亚、全球南方国家贸易额会增加。我们看到上半年就是这个样子，中国大陆跟美国的贸易额减少了9.9%，但是和东南亚、欧洲增加了15%到20%。这个贸易那个时候关税还比较低哦。所以现在确定了，基本上全球减美第一个现象会出现。第二个呢，美国内部的货品会涨价多少？大概如果20%的话，你期待它可能会涨价到10%，有的可能会到15%。
大概10%左右。这个时候呢，就变得很吊诡，涨价10%的就是货物，它会产生怎么样的通膨很难讲，因为它同时也降油价，它同时也减税，它同时也引外资的投资，然后呢就业这些层面，然后它又降息，所以这整个是一串的，各位了解？对川普而言，他是有设计有思考的，哦，所以它会产生怎么样的涨价？我觉得大概10%跑不掉，但是产生怎么样的通膨，我们不知道。好，可是呢，可以确定的是，贫富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严重，社会问题就越因为它又减少掉了一些社会福利的支出，所以一般的基层民众反而真正是 MAGA 的支持者，是最大的受害者。他在这些有钱的金主们，以及中产阶级以上，那当然一定也会喊苦啦。中产阶级在美国也喊苦，可是呢，大概的影响可以操控，因为你多物价，但是少油价，然后呢少税，大概他们会觉得这个最后算起来可以接受。可是这个对美国的经济整体的影响是更长期的，他根本没有什么余力去增加太大的军费，或者是去帮助第三或者是全球南方国家，所以他作为一个霸主的这样子闲钱去疏通血管末梢支持他的追随者的小弟们的这些精力就会被打折扣。整体而言，其实对美国而言短期是看到也许对川普的现象的支持，但是中长期我会觉得是一个负面的。来李将军。柬埔寨提名川普去这个拿诺贝尔和平奖，我觉得这我们就看出来这个洪森真的是在哄川普川普也就这么好哄，为什么呢？因为泰国跟柬埔寨前一阵子打仗嘛然后泰国用什么武器呢？我想大家还记得，用美国的 F-16战机去把这个柬埔寨2个师指挥所给它炸掉。那洪森现在说，这个川普，我提名你拿诺贝尔和平奖，你帮我把泰国那几架 F-16战机对我攻击的这种遥控把它关掉，让他以后不可以用这个 F-16来打我，我就这个目的而已嘛，其他没有别的。那我们也从中间看出来，大国之外交有时候真的跟小孩子在办家家酒一样，我跟你好，你跟他好，对不对？这跟小学生一样。其实莫迪也是如此。莫迪现在来讲的话，其实万夫莫敌他如果真的跟川普2个作对的话我跟你讲，莫迪也不是完全没有牌可以打。现在来讲的话，他该软的软，该硬的硬，我不得不佩服莫迪。人家叫他万夫莫敌不是没有道理。现在来讲，最新的讯息，他真的就不买俄罗斯的油了。他原来买俄罗斯的油，从中间提炼，再转手出去赚了很多钱。那美国现在说，你再买俄罗斯的油，我就要对你实施2次制裁。今天最新的消息，莫迪说不买了。但你知道莫迪会干什么事吗？我前天还听到一个最新的讯息，莫迪要去天安门看93阅兵如果说莫迪真的是93那天去天安门看阅兵的话，你想想看，真的川普心里会怎么想？川普一心想要打造的就是所谓印太的这个战略，跟印度来讲联合起来围堵中国嘛。那莫迪这时候我就跟中国走比较近，做给你看，那看你川普怎么办？你要对我科25%的关税，我现在跟中国来讲的话，开始靠拢的比较近，所以国际之间的这种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有它的很多的因素在里面，不是川普想象中这么单纯。他认为用个关税就可以屈服很多国家，你不做，你可能或许在关税上面，我现在不得已必须要让你割韭菜。但是我可能民众的心里会对你实施反感，比如说瑞士，对不对？他磕到39%，我跟你讲瑞士民众一定会对美国有很大的反感，包括日本、韩国或者是欧洲这些国家，我相信这个包括印度来讲的话，你美国来讲，从莫迪你就看出来他的印太战略可能因此就会有破口产生。更多的国际内容马上回来。欢迎您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呢，是现在这个美国 F-35战机呢又出现了状况了吗？除了1月28号的时候，那时候说在美国的空军基地呢出现故障坠地之外呢，最新在7月30号的傍晚又传出这是美国海军 F-35C 战机在加州坠毁。那如果算一算的话，已经是这个 F-35系列发生今年第2起的坠毁事故了。那美国方面呢是说这个坠机事件
件啊，当然呢也再次为说美国想要向印度推销战机蒙上了阴影因为美国过去一直说要加强向印度出售这个 F-35战机的强度但是你现在看到连续的坠毁事件，人家怎么可能会放心呢？那 CNN 呢更独家报道说，最近不只是这个战机的状况，还有说在萨德飞弹上因为呢12天发射掉了150枚，这烧掉了12亿美元，这等于是什么？全球库存有1/4都没了。所以专家还警告说，这个可能会让美军在印太地区的防卫最近压力是这个非常非常的大了。好，那当然呢，美军现在呢就签订啦，说有10年100亿美元，大概呢是这个数的钱是一个作战核心大脑这是根据美军和数据分析公司他们有一个新的企业协议，把数十份零散的合约变成是一个单一框架，要让军方在未来的10年当中，可以用更优惠的价格来采购这间公司的软体跟服务，所以潜在的总额呢上限高达100亿美元，相当于将近3000亿台币。那当然，现在呢，在这个第一岛链上，中美持续的角力我们看到呢，日媒最近就揭发说，美国智库对于这个台海封锁、兵推、能源补给竟然说台湾的天然气可能只能够支撑10天。那如果美军一旦介入的话，也会引爆美中的军事冲突。那这接下来就对于整个台湾、美国、日本、中国都会造成严重的损害。那另外呢，还有看到最新的消息是说，日本这一次呢还说要部署了这个陆基反舰飞弹性能提升，还说射程呢比原本的还要增加可以来到1000公里以上。所以呢，在熊本市之外美国跟日本也正在考虑未来是不是有可能在这个汤布院也要来驻地部署那当然说到角力我们就看到呢，最近这个驻韩美军他10月份要组建第2支的 F-16超级中队可是中国方面呢，就要解放军宣布了，他们把这个两栖攻击舰湖北舰也已经正式命名，也入列了。这艘湖北舰它的满载排水量可以来到4万吨所以也可以形成一个立体登陆的作战体系那当然说，如果未来搭配航母舰队的话，在第一岛链的整个威慑力也会大幅提升。而同时呢，解放军现在就有一个4架的这个歼16挂弹巡航，当然就是来绕进这个黄岩岛周边就是要反制菲律宾的抵制当然说，这个是双方现在正在角力。那解放军呢，也借着这个时候来大秀肌肉了。在央视呢就披露了说，福建号他们的最新的进展是电池弹射歼15也已经正式的曝光了。那这个最大优势是什么呢？它在于说它可以滑弹兼备就是说在辽宁舰山东舰这个活跃的这些航母当中呢，他们可以灵活的来进行部署，这是未来在这个歼15上最大的优势。虽然说预告片并没有释出整个使用电磁弹射的过程只有用一个像是空中剪影就是像我们这个画面上这样子的方式但是呢，这个测试象征什么呢？象征说呢，福建号他们已经完成了舰机整合一个测试的关键的阶段了，所以包含像是呢电磁弹射铸舰拦阻等等呢，这项技术都已经是有一个正式的测试平台已经验证完成了。那同时呢，这个8月1号也是中国的建军节，所以在这个建军节上呢，大陆的央视的频道也播放了一系列是要展示共军强大武力的节目好，你看到画面上呢，就是央视他们所播出的所以包含说首度曝光这个洲际飞弹影片等等的还有呢是呢，就说这个当然是要强调说，他们是无依托就能够成功发射这是中共解放军呢，他们当然是受他们的肌肉，说号称未来这是什么随到随打，打了就走，就马上可以来应变。虽然说这场演习是在去年举行，不过你看到现在在这个时间点呢，当然也被认为说剑指美国的意味是相当浓厚。好，我们先请教彬哥怎么看说，当然这个 F-35要上印度来推销，这是可能会失败收场吗？印度其实他对美国一直没有什么信任感，因为他过去也被美国制裁过很多次，所以他叫他去买美式的这些军武，我看他是犹豫再三的。
而且 F-35其实这几年在全世界各地陆陆续续传出各种各样的问对题，，灾情不断。所以我想这个也是让印度会产生犹豫的一个重要关键。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你干嘛一直向印度推销？你怎么不向台湾推销啊？我们台湾愿意买我会买单，对啊，但是他不愿意卖给台湾，就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样的，想买的买不到，不想买的你一直要硬塞给他，这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啊。那导致现在高科技武器都会面临一个大问题，就是越来越昂贵。那昂贵它也不见得有实际的实战效果。像萨德飞弹，美国每年大概只能生产10亿枚，然后结果它这一次12天就打掉了150枚。所以请问一下怎么办？怎么样去弥补？因为为什么美军一年只能生产10亿枚？不是因为美国没有能力生产它，而是它不愿意生产那么多。因为这个东西单价非常高，那平常也用不到。那你如果把太多的资源放在这里的话，就会让美军在其他地方的资源变少。所以他们过去一直都是用小量生产，只是维持这个生产线而已。那美军现在要把它扩大吗？那扩大的话，请问一下，未来又用得到吗？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讲，它的资源就这么多。虽然美国的军费已经是全世界最高，而且它未来很可能马上就要突破1兆美元。可是问题是在这种状况下，美国的资源还是不够用。实际上，美军现在已经面对很大的一个难题，就是它如果要一直维持现在这个量体的话，它的军费会一直暴增，因为现在高科技军武实在太贵。可是如果你想要在军费上面削减的话，美军的换代就会马上出现问题。实际上，它已经出现问题，它在军舰的更新上面，在各种新武器的更新上面都出现大麻烦。所以这个是美国自己要去解决的东西。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的话，它恐怕不只是在亚洲，恐怕在全世界都会呈现越来越严重的劣势。那当然，我们面对就是中国大陆。那我们面对中国大陆的时候，我们现在能源已经走向一条错误的道路，所以就不是我们过度的依赖这些天然气啊、这些煤啊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只要一旦被围，其实根本不用什么智库兵推，台湾自然而然就知道一定死定了嘛。因为你能源几乎都要靠外面运输进来，你又自己把自己的核能拔掉，那请问一下，那遇到战争你不能源短缺才有鬼。不过大家放心，不会10天之内就用完。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真的，一旦发生战争，你以为你所有的工业还会一样这样运行吗？你以为用电还会这么快吗？到时候我们的电网先会被打烂。你电网一线会被打烂，什么天然气什么都不重要了，因为你根本无电可用。所以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啊，还不用去想那么多。那解放军现在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加强他的军备，第4艘的这个075又出来了。那075这种2栖攻击舰是可以发挥非常强大的战力的，而且特别是在南海的这些争端上面，未来这个对南海各国都会形成重压。那请问一下，面对这样改变越来越快速的世界，台湾到底要怎么办？来，厉将军怎么办？这次我想大家比较关心是这次 CSIS 的兵推，对，这因为牵涉到我们台湾哈，当然是我们切身必须要关心的事情。它这次的场景是设定在2028年哈，那你要知道，就你要以2028年这个中美台双方的这个3个国家的，它可能在那个时候可能的战力来做兵推是才合理的。那我们以现在来讲的话，解放军空军来讲，它歼20，去年年底都已经300架了。当然，你认为到2028年它会有几架？哈。第二个来讲，它2028年它歼36会不会成军？哈，这也是要打上一个问号。那就海军来讲的话，现在很明显就是湖北舰已经入列了，它一定是3航母，福建号可能是在这2天，今年年底一定会入列成军了哈。然后在这个另外来讲，2栖攻击舰有4艘075。有1艘076，这是它海军的战力。那导弹的战力我们更不要讲。目前来讲，东风17、东风26号称航母杀手跟这个关岛快递。那93来讲，我们观察一下，93会不会有新的导弹出来？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听说有东风27更新型的导弹会入列。好，在这种状况下，我们不晓得他这次的兵役推演有没有把这个中美双方，那2028年美国有可能什么战力？最起码我可以确定，它少1艘航空母舰，这个尼米兹号一定是没办法，一定是要拆了。今年大概就除役了，拆了哈。那新的这个甘乃迪号会不会成军？我们现在不晓得。那如果中美双方开战，我们现在来讲，就他自己兵推的结果，我跟各位观众报告一下，会死多少人？会死多少人？
这个日本，因为日本一定会被牵扯进去。如果中美一旦开打，包括加手纳基地或者是日本本土美军的基地，它基地战机一定从那边起飞，一定从那边运补哈。那日本来讲要死4600人，日本光阵亡4600人，我们台湾还少一点，我们台湾只有3000人。大家想想看可不可以接受？那我们看中国死多少人？中国如果会阵亡的，他推估是13100人。你知道死最多是哪一国吗？美军呢？美军是多少人？他们自己的兵推他会死21000人。我试问一下，美国会不会他老百姓如果这个兵推数据出来，美国老百姓愿不愿意他的子弟兵为了台湾付出2100万士兵的生命的这个阵亡最后他结论是有没有谁打胜仗？他没有讲出最后结论是谁。可是我们自己要提高警觉，也就是如果说解放军按照他兵推的模式，如果解放军真的是围岛的话，那美国要开辟所谓的安全的航道，将台湾不管是这个天然气啦，或者是战备的物资啦、油料、弹药能够源源不绝送进来，要开辟这个航道，那必须10天之内就要开好。也就是如果说一旦解放军围台，他讲了10天嘛，那10天美军这个你想想看，那他能够调动多少兵力？之所以说湖北舰成军，它是昨天成军的这个它是075。我跟各位报告大家不要说075是对什么日本对我跟你讲就针对台湾啦，这就是2栖攻击舰嘛。他会对哪个国家会去菲律宾实施2栖攻击吗？我不认为会。他会对日本实施2栖攻击吗？我也认为不会。他做现在来讲已经有4艘075，这个还有1艘076，这5艘都是2栖攻击舰。顾名思义，其实我认为说是叫2栖攻击舰还叫客气，应该来讲叫3栖攻击舰，因为它现在来讲的话有直升机，直升机直接就从这个运兵直接下来到它所谓机降的地点。所以这个来讲，对我们台湾威胁是非常大。你想想看，总共以现在有五艘的这种2栖攻击舰，对我们台湾压力有多大？那我们不讲航空母舰了，光讲这2栖攻击舰数量，其实我觉得对我们台湾防卫作战来讲的话，压力是真的很大。对，杨老师，1888年，德意志帝国那个时候，威廉就是2世就任，从1888年到1914年。就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意志帝国他就任之后呢，这整个帝国就发展大海军，而且呢，从当时的排名第5，到后来17年之内，差不多进入20世纪，就排名第2，仅次于英国，在全球在跟英国争霸。现在的中国没有重蹈这个历史，可是他现在建军的速度，在过去这17年。如果用德意志海军的历史来比较，远超过当时的速度。在海军、在空军、在火箭军，那8月1号，其实又有新的网络信息、后勤、新的军种的旗帜出现。现在整个西太平洋其实很清楚，尤其到9月3号之前，他要整个做大阅兵。你看到这么多的军种开始出现，福建号一定会在9月3号之前正式的在解放军成军，也就是正式的第3艘中国大陆的航空母舰。那可能接下来第4艘的讯息就会出来。因此，在这个区域，美日事实上现在是很惶恐，不知道如何去面对。但是他们知道，解放军的发展不是在针对美国和日本，甚至都不是一定针对菲律宾。而是针对他们自己本身的主权、海上安全，还有呢，从东海、台海到南海，他们的权利，那当然台湾问题是主轴。所以这个075、076的设计本来就是如此。这个时候，日本、美国，你说何止贺主或者是航空母舰的贺主，其实缓不济急啊。因此，这个时候我们要自己深刻了解台湾要进入到了一个什么时代？你还那边大喊的青鸟汉中反保台吗？好，
好，我们当然来看到哦，是现在呢，这个关税啊，已经是美国总统川普这边公布了20%之后呢，掀起了很多讨论。虽然赖总统一直告诉你说这是暂时性的，马上在8月1号呢，还连发了3篇的短影音，就是要跟你说这个别担心。但问题是呢，到底详细的内容是什么呢？没有人知道，他说这是保密，所以很多的网友就大酸说，这拿什么话你都不敢讲哦，是不是这一盘我们已经输到不能再输了呢？还有说呢，台湾已经要被他卖给美国了，还有更拿他过去的言论说，整场结论就是一个字。空，就是他当时呢是这样讲的。那很多人呢也关注到一个是我们现在也很替郭志辉担心了。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在这么关键的一场记者会上啊，这个台美的谈判组里头没有郭志辉就算了，就连关税的应对记者会上哦，这是财经内阁经济部绝对是最直接的嘛。但是呢，郭志辉却没有出席，在当中呢就发现到郭志辉人在哪呢？他现身的是在嘉义的这个台电罹难员工的告别式上哦，但是被问到关税议题，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回应。部长，我们比那个美韩多5%，点给5%，你觉得怎么样？可以接受吗？啊？是不是？差点就要发出协询郭部长了，怎么会这么重要一题？经济部长不在呢？不止这样，我们看到7月12号，当时呢，这个郑丽君哦，他率团谈判小组到美国的时候哦，就有一张里头的照片释出。那你看看里面，就连这个国安局长蔡明彦都现身了，就是没有郭志辉。那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郭志辉哦，在列席政院的时候啊，大家也注意到了，说每个部会首长啊，都亲自的说明自己部会里头的状况。唯独就是经济部哦，竟然是由次长代打上阵的，结果全程呢，你都看到郭志辉一个人就坐在第2排哦，坐在冷板凳哦，会不会是因为啊，他这个太多的失言风波了呢？我们来看郭志辉哦，他之前啊，在这个被问到关税的时候啊，他甚至10天之前夸下海口，说我们会比日韩还要好。我们再来听，日本、韩国。台湾这种大的一个顺超国，他们都谈完了，台湾还没有谈完，还是我们有送台积电给他们，他们不好的。因无嘛，因无嘛，投资1650亿干咩呀？你啥？你那个韩国跟日本拢无哦，我跟他去调哈，我就可以很高的把有区别，你今麦爱搞我谈到15，安尼我算你搞，这是免关税了。我比因较高。比日本、较韩国较好的关系。好，现在看这段影片真的蛮讽刺的哦。结果呢，很多人就在说，像郭志辉这种政务官哦，还能够支持得下去吗？就是讲的好像自己很厉害啊，结果实际上出来呢，马上就被打脸哦。但当然呢，刚刚郭志辉讲到一个非常重要一点哦，他有自信的来源是因为台积电之前就投资美国啦，所以现在证明了什么？川普他不会因为觉得啊你这样有投资就够了啦，他接下来呢还要更多，所以现在就有说，美国到底要台湾投资多少呢？就连金融时报我看起来呢，这个分析也不太乐观，因为他就说台湾接下来还有一些难关，像是呢这个232条款，就针对半导体的部分哦。台美官员私下透露说，美国的商务部长要求台湾要比照日韩对美国砸大钱投资。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呢只有20%的原因，就是因为呢谈判进度太慢了，所以才没有办法在8月1号之前拍板哦。另外还有说呢，是有可能哦，借由未来在4年内啊，把美国的牛肉啊跟大宗的谷物采购哦，从原本的80亿美元，希望呢我们可以买单的更多，变成100亿，所以呢才能够争取关税进一步的下降哦。不过农业部的回应是说，采购团是外交部筹组的哦，细节不是他们，所以呢他们不会来评论。但当然，现在到底换了什么，大家很关注啊。美国的众议院跨党派哦，现在就有议员来提案了，他说要求美国国防部跟台湾建立正式的伙伴关系哦，未来要有共同的国防
工业能力，这样才能够应对中国的军事上的发展哦。甚至里头啊还提到说呢，我们要促进美台在无人机、微型晶片啊，还有飞弹系统等等这些项目上，我们要共同合作。洋洋洒洒看起来呢是希望美台合作，但是是不是其实背后也是在告诉你说，希望台湾你要有投资我们更多的军事呢？但是现在这个内忧外患之下啦，不过还是有一些我们来让赖清德也可以参考一下萨尔瓦多现在呢这个执政党这国会议员呢，他们直接通过了一个修改宪法的法案，说呢未来这个总统啊可能还可以持续的连任所以很多在野党就批评了，这叫做民主已死。就网友看到这样的消息呢，说没关系，赖清德应该会觉得非常振奋，就是大罢免现在呢失败了嘛，那没关系，我们之后呢也要这么做。还有呢，上一回啊说到让青鸟可能军心大振呢，还有就是这个尹锡悦宣布南韩戒严短短6个小时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就来看看尹锡悦的结局是什么呢？他现在是被这个要求要被拘提了。不过尹锡悦呢，他就直接当场脱掉他的囚服，躺在这个舍房的地上顽强抵抗，所以最后呢，这个检调也最终是无功而返啦。好，我们先请教彬哥怎么看说这个关税的问题啊？经济部长不知道是被消失还是自己消失？其实从头到尾，郭智慧就完全没有参加这个关税的谈判里面，他就不在这个小组里头，所以他当初在立法院在很多地方对关税所发表的所有谈话，我当初都说这个家伙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他根本就不在决策层级里头。然后也完全没有任何参与，那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个经济部长，可是总统却完全不让他参与？这是对他非常的不信任吗？还是怎么样？这个非常耐人寻味。然后在这么重要的时刻，台湾出现关税被定案，然后开始，因为政府不是说后续还要谈吗？不是还说会调整吗？然后这个时候经济部长最重要的任务竟然是去参加告别式，所以。赖清德现在是不是希望郭智慧未来可以走上他这条路，也就是去训练自己当点主官，还是做这些东西？是这样吗？我不知道因为很奇怪啊，这个经济部长到底要他干什么？我觉得这个官员可以 fire 掉完全没有任何作用啊！每天除了讲插话之外，完全不知道他能够发挥什么。改组也被点名了。是啊，所以我觉得他可以换掉。当初郭智慧上台的时候，我就说郭董，你做了3个月爽一下就够了，可以下来了。你留下来只会越来越难看，结果他现在就把自己搞到越来越难看的地步那但是郭智慧个人糗了，个人难看，我们根本不在意，因为他糗不糗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问题是，如果我们的关税真的是这样的话，台湾可能会很糗，我们的很多产业可能就直接挂掉了。因为赖清德现在除了20%之外，其他什么也没跟我们说。我们到底现在这20%是牺牲了多少东西换来的？没有人知道。什么东西都保密，不跟你讲。全世界只有台湾对这件事情保密，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保密。那请问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因为你现在不公布的话，未来对我们产业的冲击，请问一下，厂商要怎么因应？你知道台湾现在多少厂商根本不敢接单，因为根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这个对台湾的产业是重击的。然后，请问一下，你到底对美国开放了什么？我才不相信是什么未来对美国美牛采购从80亿到100亿，绝不会是这么小的东西啦。才20亿美金呢，这算什么？日本、韩国都已经摆给你看，一个5500亿，一个4000亿啊，后来变3000亿啊。那我们会低于这个数字啊！你不要忘了，台日韩里头，我们对美国出超是最多的。然后不要听郭智慧在那边鬼扯，说我们有台积电过去给他1650亿，抱歉，川普从头到尾就认为台积电本来就是他的，他认为台湾半导体是台湾从美国手中偷走的，所以他怎么会把你计算在里头？我们未来不知道要对美国投资几千亿，而且我最担心的是什么？我们对美国可能是零关税，因为日本、韩国都是零关税啊，所以我们很可能也是零关税。那我们有多少产业会直接挂掉？这个对台湾的冲击非常非常大。那政府到现在讳莫如深，什么都不讲。这个政府到底在干什么？请问一下，你多拖几天又怎么样呢？还是要面对现实啊？为什么不赶快跟大家讲，让产业多一点时间来准备、来因应呢？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呢？因为他想要拖过8月23，这摆明的嘛，就是这样的嘛。之前还在那边唬说，我们什么都已经谈好了，马上就要发联合声明了。联合声明呢，什么都没有啊。然后到现在告诉你有转机，还可以继续谈，未来还会降到哪里？是降到15%吗？那个时候又是用什么东西去换的呢？这个换的这个代价，台湾承受得起吗？
老实说，采购无人机、采购什么东西，台湾都还可以接受，因为我们有这个需求。那可是问题是，如果是别的东西呢，会不会造成台湾整个产业空洞化，甚至直接死亡？所以这些对台湾来讲是非常严峻的东西啊。但是赖清德，我觉得最心寒的是什么？他昨天开记者会的时候，他一直要求在野党要多给鼓励支持，还要帮忙他通过这些特别条例。可是请问一下，他有说他要放弃对在野党大罢免吗？左手要你团结，右手继续打，他继续要你的命。我们的赖清德总统满脑袋想着还是斗争啊，还是怎么样弄死他政治上的对手？你觉得一个有这样心态的总统，真的能够处理好国际、处理好关税吗？我对他是完全没有任何信心。来，厉将军。这20%的关税大家不要以为真的是这28%而已这28%如果按照元大投顾他们分析来讲的话，是对等关税20%，但对等关税在我们对美贸易里面的这个产值里面，大概只占20%几，我们还有60%几是美国叫做对这个国安关税，国安关税也就是232条款，那这个不只是半导体包括半导体相关的产业，包括你的笔电，甚至于更上游的产业链，包括我们譬如说是这个做半导体需要的光罩啊、防罩啊，或者是防护衣啊、这个防尘衣啊，甚至于后续来讲的话，电子计算机等等，全部都算在里面。那他将这些东西，我们台湾对美国这个关税来讲的话，现在232条款会定多少还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才是后面更可怕的这个大魔王。那第二个来讲的话，我们这次这个到底要付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日本来讲要5500亿的投资而且这5500亿投资下去之后，是90%是归美国的那韩国来讲的话，很明显是3500亿，其中有1500亿是要投资美国最弱，它急切需要的造产业，要投资1500亿。那另外来讲，我们看欧盟来讲也是要投资这个6000亿，甚至要买7000亿的产品。那试问一下这个刚刚我讲的是国安关税232条款，还有那再来我刚刚讲这些钱，再来要用多少钱？如果说美国要求我们如这个亮哥之前爆料的，如果说是要3000亿美金的话，换算台币叫12兆，我们台湾自己每年的总预算案也不过就是2兆9千万。也就是说，是我们不吃不喝3年的时间，我们国家所有预算的钱全部要给美国去投资到美国，各位能不能够接受？这想起来就头皮发麻那除此之外还没有这个结束这个我们赖清德自己在国防10讲里面第4讲国防那段，他特别讲说，我们要跟美国采购国防，我们自己要将国防预算编列到5%其实编列到5%就是买美国的这种武器。其实欧洲已经讲明了他也不客气，他也不遮遮掩掩，他说这个欧洲你要买我美国的军武器这个7000亿里面包括除了能源之外就是买武器。我想我们台湾大概也跑不掉了，除了说是要买美国的能源就是阿拉斯加那个能源之外，我们也要买武器。你知道我们武器编列预算5%是多少钱吗？我跟各位报告如果说我们国防预算编到 GDP 的5%是410亿美金，换算成台币是1兆2千万。那我们总预算也不过2兆9千万，你可以接受我们35%全部去买国防预算吗？这些钱从哪里来？不就是对我们老百姓的钱吗？所以我觉得从现在开始这个反而你现在高金素梅在那边帮你挡，在那边说要经过国会，结果你在那边做图攻击高金素梅，我觉得高金素梅你不要挡了，你就让赖清德自己去面对他，让他自己想办法去筹钱好了。对，当然这个钱从哪里来呢？杨老师，为什么会是叫暂时性关税？那因为8月1号到了，所以他一定要公布总共68加27就是欧盟的国家的这些关税。台湾没有跟日韩一样15%，而是和越南、孟加拉、斯里兰卡一样20%。那越南是全部开放，但他没有投资，或者是他有采购，但他没有这样一个投资的要求。我们如果希望比照日韩，那这是因为我们跟日韩的经济结构竞争的基础比较一致，在美国市场。所以，如果你比它高5%，你当然很多产业你就会受到这个竞争的影响，就这么简单。那投资、采购、开放市场这3个就是川普要的。你要给我好的关税进来，讲好的关税其实也都太高了但是呢，你就要有这3项。那前面3个，日本、韩国、欧盟都做了这个示范的，
台湾当然也有心理准备了。所以为什么会搞到8月1号他什么都没有讲，他也没有推文，他也没有什么联合声明。记不记得7月31号我们行政院还说我们正在草拟联合声明？哇哦！我们还在想说他怎么称呼我们总统，他怎么称呼什么之类的。结果呢，隔一天是就一个表格出来，就是他的行政命令出来，在表格里面的一函，20%，但什么也都没讲。赖清德整个从谈判的过程当中，什么也都不讲。好，那甚至连国安局长啊还跟他视讯，但他都不讲。日本的首相跟日本的谈判代表都会讲，可是呢，韩国呢，甚至找民间企业到华盛顿来共商大局。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3个原因，我现在不确定哪一个使得它变成一个所谓暂时。第一个是你钱给的不够，也就是说，台积电1650亿，大家有个误区觉得说我们已经投资1650亿，不对，只有1000亿，那个650亿是去年就已经承诺的。对川普而言，你只有台积电加1000亿，然后呢，那你要加到多少？现在说4000亿、3000亿，不管怎么样，有可能这个谈不拢，但是呢，大概有一个暂时的承诺，暂时的承诺。所以他说我们有保密协议，我承诺你3000亿，但是我现在要去做细部的确认，这是一个为什么川普这边愿意答应暂时。第二个就是我们不愿意开放市场，因为从马英九就是 ECFA 被民进党蓝调之后，民进党上来10年，不断的在讲我们要加入 CPTPP， 然后呢台美自由贸易协定，可是搞到后来整个这10年，根本台湾的整体贸易自由化是进度很慢，那个什么台美自由贸易区那个话术老早被吹破了，他不敢开放，为什么？会有产业跟就业的冲击，最重要是会冲击到民进党的政治的基础，政治因素考量，他不敢开放，所以他跟美国讲，我现在要在内部再去协调，我要去开放，但是呢，我要协调，给我一点时间，这是第二种可能。第三种可能，这是赖清德自己讲的，我们把那个232就半导体的东西一起拉进来，所以你不是很快要公布这个关税吗？我希望就是说谈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再一起公布。我个人有一点质疑，因为我后来整个看到。日本跟韩国，他们没有卖半导体吗？当然有啊，他们对半导体是怎么样一个条文在里面？他说，未来半导体关税通过之后，任何其他国家取得的最惠国的关税，我们比照办理。你台湾为什么不干脆来这一条？为什么要先包裹式的去谈？然后你8月1号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其他的关税是多少啊？是真的是假的？因为232。被很多媒体或者是所谓的学者、专家给误导了，有没有看看日本、韩国的？所以我现在不知道，因为赖清德什么都不讲。那他现在又是一样，搞不好真的谈不下去，赔了夫人又折兵。对，所以这个当然就是说，这透明也非常重要，因为这样子大家才可以有讨论空间嘛。休息一下，马上回来。